嘿，大家好，我是 Ason。那今天我們就來跟大家開場，跟這個又是同一個地圖，又是同一個類型的英雄魔彈，就是那個遠程英雄啊，打的這一場比賽。那如果大家記得的話，大概1個禮拜前嘛，我就發了一部打這個 Starter Attack， 就是在一個新版這一場跟這個 Starter Attack 打的這一場比賽啊。那當時我就說，遠程攻擊英雄啊，在現在這個機場版本非常之厲害，就是因為啊，現在那個機場啊，它有個電圈系統，就會導致那些玩家避子彈的那個空間變少了很多。那可能當時 Starter Attack 你沒有感受到那個主要的避開空間縮小了多少？那因為 Starter Attack 這個英雄啊，其實用來當做主要英雄的玩家，基本上我相信應該只有我賽博影片打的那一個而已。那今天就來跟大家開場，跟這個更多人使用的一支英雄魔彈來讓大家感受一下，新版機場的這些遠程英雄啊，到底變強了多少啊？對，那今天就來跟大家開場，跟這個魔彈打的這一場比賽。那已經來到這個第1回合的差不多尾聲了，這邊的話我就直接在前期階段就用這個基本功跟這個技能啊，就把它血量大大的拉開了起來，所以你看到我現在血量就比它多很多。那你可以看到它的那個主要打法就是不停的用這個魔彈來拉距離，對，就是不停的拉開距離，然後不停射。那因為大家知道魔彈這些英雄啊，就算在以前舊版機場或者是這個基本普通的打架法界裡面啊，他的那個能力也是非常離譜的。那因為基本上他有遠程武器那個壓制力，就是可以不停拉距離的一個壓制力，而且他有一個非常靈活的走位的機動性。那如果記得對吧？如果大家有理解我剛才說的話，就是有機動性加上有壓制力，那就會發生什麼事？那就是敵人非常之難貼身啊，而且會比這個 Starter Attack 更難貼身。那因為 Starter Attack 它是有那個遠程攻擊的壓制力，但是它沒有這個機動性。因為大家可以發現 Starter Attack 它在射子彈的時候，它基本上就只能射，就不能跑來跑去。它唯一比較靈活的那個走動方式啊，就是滾一下，那基本上就沒有了。那但是魔彈這英雄啊，為什麼我會說他如果當做主要英雄是非常之作壞，或者是非常之麻煩？是因為他那個機動性實在是太離譜了。可以發現他那個子彈射的時候是可以移動的，而且他不停射可以不停移動，不停做到這個位移效果。所以說很多人都會認為啊，就我相信應該不只是我認為，很多人認為魔彈這英雄啊，他如果用來當做主英雄的話，非常作壞。对了，來到這個第2回合，那第2回合呢也是一開始就先讓他抓到，他給我一個基本功的連擊吧。那也是昨天那部影片所展示的一些現在普及玩家，就是那基本功連擊的玩家，他的連擊都已經不是局限在這個只有連這一部分，就是他現在會配合他的那些主英雄當做那個起手式來進行那個 combo， 就是基本功連擊只會把它當做一個副手，而不是主力的打法。对，我可以這邊抓到。那但是他那個玄武披風啊，就因為玄武披風效果就是把那個所有的屬性攻擊啊都變無效，而且就把自己的英雄重力啊，就是重力加100吧，你當做就是基本上你就不能把它打起來，所以的話其實就等於無敵吧，你這樣理解就行了。OK， 那來到這個第3回合，又是一開始先，雖然說魔彈它那個牽制力跟靈活性，或者就是那個機動性非常之強，那但是我們啊還是要嘗試進攻的。那我們進攻的路徑就是不要直線跳過去，那因為直線跳過去的話，基本上它就可以直接把你射下來，那個就是魔彈厲害的地方，就對於直線的那些进攻啊，完全的克制，而且那個子彈飛行速度非常之快，你就可以把它當做這個小型愛國者吧，就是當然它沒有那個愛國者的架空能力那麼的厲害，但是因為它有這個靈活性的關係，所以的話，它基本上是可以跟愛國者的那個射空能力啊，就是把空中人打下來這個能力啊，
可以相提並論的。对，那這個只是我的一個小小的看法。那如果你不同意的話，你可能想說，魔彈跟愛國者基本上就不能相提並論，那也是可以在留言區裡面說你的看法。對，那這樣說的話，要怎麼避開他的攻擊？那其實就是你還是要跳過去了。但是跳過去的那個方式就不要直線跳，那你需要是弧形的這樣跳過去。那如果大家發現呢，我跳去進攻的時候，其實我不是一條直線的跳過去的，是一個有一點點弧形的方式來跳過去。那弧形的話，那就可以增加你不被他射到的一個機會啊。對，那而且還有另一個重點是什麼？就是那個打這個魔彈有一個很大重點還是要留意的，就是你要計算它的那個子彈數量。那雖然剛才所說，它的那些子彈的打空能力很強，那但是好像只有短短的7發而已。那它7發射完之後，那他就不能再用那種瞄準人，然後再射擊那個射空中非常厲害的射擊方式啊。那他只能用這個位移的射擊方式來射擊。那所以的話，打魔彈，你的另一個做法就是你要計算它那個子彈還剩多少。那當它的子彈射完之後，那你就要不停的進攻，你可以用盡你所有的方法來進攻。例如說，你可以直接跳過去，因為它已經沒有子彈了嘛，那只可以直接跳過去，增加你抓它的一個機會呀。OK， 這邊它打下去，那這邊呢，它的子彈數好像還有，對，那這邊呢，它射了4發、5發、6發、7發。OK， 那這邊它沒子彈了，那我們就可以直接跳過去。那沒子彈，它就會不停地用這個平移的射擊方式啊，就是剛才那個平移射擊方式來不停地躲避我的攻擊，然後在躲避的過程中存好他的子彈。那這邊他的子彈又存好了，那剛才他射了4發，那5發、6發，那這邊的話小一點 OK。那魔彈還有一個特色就是它會留剩最後1發來開 SD， 因為魔彈就1發子彈，開 SD 的話，它有那個加成的是，它可以破防，可以把人強制跪起來的那個攻擊加成的，所以的話，你也是要留意，有些人呢，他會主動打空幾發，那基本上你就可以留意到他那個意圖是什麼，就是他準備開 SD 了。那準備開 SD 的話，有2個方法，一你就用技能來抵擋，那2啊就是你要跳去那個掉落區附近，讓他 SD 打中你之後，把你射下去那個掉落區。那因為那個 SD 啊，如果你問我的話，魔彈 SD 是非常做壞的一招 SD 來的，因為它基本上就沒什麼方式可以進行那個抵擋跟防禦啊。那所以呢，我覺得魔彈 SD 真的非常做壞，而且它是自動追蹤的，所以它真的非常之離譜啊。OK， 這邊呢直接把它收掉。